南天使者公恩师，亦称宫中城主师，为紫霞门徒。嘿，欢迎来到真源的频道，这里不只是频道，更像是一场神秘的派对。我是你的频道指南，准备好和我一起玩转神秘世界了吗？别错过，这里每秒都有新奇的冒险等着你。公恩师的背景，南天使者公恩师诞辰于农历5月15，是台湾民间宗教信仰中的一个重要纪念日，主要是道教和一贯道的信徒会特别重视这一天，为道教中重要的神祇之一，特别在一贯道中有著崇高的地位。相传为明朝嘉靖年间的进士，来自浙江仁和，在鸾门信仰中被视为南天使者，象征智慧与恩泽。现任天庭监察使，少年好到56岁时，他得到了著名的道教祖师吕纯阳的指导。吕纯阳也被称为纯阳祖师或福佑帝君，是道教历史上的重要人物，对公恩师的影响极大。蒙吕纯阳师尊，指明玄奥得登道狱，这些资讯反映了公恩师在民间信仰中重要地位和他的神圣形象。公恩师自幼对道教哲学和修行有着浓厚的兴趣。玄奥启示在吕纯阳的指导下，公恩师理解了道教的深奥真理，这些真理涉及宇宙的本质和人的内在修为。登道狱通过修炼和启示，公恩师最终达到了一种高层次的道教境界，这在道教中被视为达到了与道合一的境界。公恩师的这些成就不仅显示了他个人的精神追求，也反映了他在民间信仰中的崇高地位。他被视为智慧和恩泽的象征，并且在道教中被尊为南天使者，这表明他在道教神系中占有一席之地。此外，公恩师被认为是孔子的20世孙，名为孔融。孔融在中国历史上以其文学成就和建安风骨而闻名，他的文学作品反映了社会现状和个人情怀。由于他忠于汉室，勇于反对曹操的独裁，最终慷慨就义，因此被民间尊为神明。传说与历史，公恩师被信徒认为是南天普化圣地的化身，拥有大智慧和神力，能够普度众生，拯救困苦中的人们。根据道教传说，公恩师曾经在人间行走，传授智慧，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。一贯道中的角色，在一贯道信仰中，公恩师被尊奉为重要的精神领袖和导师。信徒们相信，通过对公恩师的敬拜，可以获得智慧和庇佑，提升个人修为和精神境界。在道教中，公恩师与其他神仙一起，如柳真君、洛恩师、李仙师、张祖师等，被视为吕洞宾的从神。这些从神与吕洞宾一起镇守南宫，并在道教仪式和节日中扮演重要角色。公恩师诞辰的庆祝活动，公恩师诞辰通常会在每年的农历5月13日举行。这一天会有各种庆祝和宗教活动，主要包括庙会和仪式。各地的公恩师庙宇会举行盛大的庙会活动，信徒们会前来参拜、焚香祈福。道士或一贯道的领袖会主持诵经祈福仪式，祈求公恩师保佑信徒们平安健康。祭祀活动，信徒们会准备贡品，包括水果、糕点、花卉等，献祭给公恩师，表达感恩之情。部分信徒会在家中设立小型祭坛，进行个人的祭祀活动、讲经说法。一些庙宇或宗教团体会举办讲经活动，讲解公恩师的事迹和教义，宣传他的智慧和慈悲。信徒们会聚集在一起，聆听道长或信仰领袖的讲解，
增进对公恩师的认识和理解。公益活动，为了弘扬公恩师的慈悲精神，一些信徒和宗教团体会组织公益活动，如施粥捐赠物资、探访老人院等。通过这些活动，信徒们实践公恩师教导的慈悲和关爱精神，回馈社会。公恩师诞辰是台湾民间宗教，特别是道教和一贯道信仰中的重要日子。通过各种庆祝活动，信徒们表达对公恩师的敬仰和感恩，同时也增进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对信仰的理解。这些活动不仅是宗教仪式，更是对公恩师慈悲智慧的传承和实践。公恩师在道教中地位和影响力是多方面的，从他的个人修炼到他在民间信仰中的神圣形象，都是道教文化和中国民间信仰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这些故事和信仰不仅丰富了道教的神话体系，也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灵性启示。公恩师诞辰是台湾民间宗教，特别是道教和一贯道信仰中的重要日子。通过各种庆祝活动，信徒们表达对公恩师的敬仰和感恩，同时也增进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对信仰的理解。这些活动不仅是宗教仪式，更是对公恩师慈悲智慧的传承和实践。关于公恩师的故事和生平，文史记录较少，因此人们对他的了解并不多。然而他在鸾门信仰中的地位，显示了他对信徒的重要性，以及他在道教文化中的影响力。有关于南天使者公恩师的传说故事。传说故事：拯救百姓于灾难。有一次，一个小村庄遭遇了连绵不绝的暴雨，洪水即将淹没村庄，村民们惊慌失措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公恩师化身为一位老者，来到村庄，指导村民们挖掘排水沟渠，引导洪水流向别处，从而拯救了整个村庄。村民们对这位老者感激不已，准备了丰盛的食物和礼品表达感谢。然而老者却悄然离去，村民们这才意识到他是神仙下凡相助，教化渔民。在这个故事中，公恩师来到一个充满贫穷和愚昧的村落，这里的村民因无知而饱受疾病和贫困之苦。公恩师化身为一位学者，在村中设立学堂，教导村民们读书识字，学习耕作和医疗知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个村落逐渐变得富裕和文明，村民们都尊称他为恩师，因为他带来了知识和繁荣，治病救人。有一次，公恩师化身为一位游方道士，来到一个瘟疫肆虐的村庄，村庄中的人们因瘟疫而陷入恐慌，医生们束手无策。公恩师根据道家医学，采集草药配制出特效药方，分发给村民们，最终控制了瘟疫的蔓延，拯救了无数生命。村民们对这位道士感激不尽。然而当他们准备表达感谢时，道士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化解冤仇。传说中，公恩师曾帮助化解2个世代有着深仇大恨的家族。他化身为一位智者，通过调解向2家人讲述因果报应和慈悲宽恕的重要性，最终2家人放下仇恨，重修旧好，共同繁荣。在这之后，当地人们深信公恩师不仅拥有智慧和神力，还具有无限的慈悲心，救济饥民。在一个荒年，某地连续几年大旱，庄稼颗粒无收，百姓面临饥荒。公恩师化身为一位农夫，带着几袋种子来到这个地方。他告诉村民们，这些种子是神奇的，只要按照他的指导去种植，即使在乾旱的土地上
也能生长。他还教村民们如何挖掘井水和节约用水的方法，村民们按照他的指导去做，结果这些种子果然在乾旱的土地上茁壮成长，最终收获了丰富的粮食，村民们得以度过饥荒，驱除邪祟。有一个小村庄，夜晚经常出现怪声，村民们心生恐惧，认为是有邪祟作祟。公恩师化身为一位道士，来到这个村庄，他在村子里设立了一个法坛，进行了一场驱邪仪式，念诵经文，焚香驱邪，并且在村子的入口和主要房屋的门口挂上了护符。从那天奇怪声再也没有出现，村民们安然无恙，对公恩师感激不尽。是以解惑，公恩师在某地化身为一位老学者，经常在市场上讲述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。一次有一位青年因家庭矛盾而苦恼，前来向他请教，公恩师耐心聆听后，给他讲述了如何宽恕他人，理解和解决家庭矛盾的道理。青年按照他的指导去做，最终化解了家庭纠纷，家庭和睦，生活也变得幸福快乐，助人成才。公恩师在某个村庄发现一个聪明伶俐但家境贫寒的孩子，便化身为一位书生，决定资助这个孩子读书。他不仅提供了学费，还亲自教导这个孩子读书写字。这个孩子在公恩师的悉心教导下，学业有成，最终考上了进士，成为一位品德高尚的官员，为国家和百姓做出了许多贡献。公恩师赐福，在一个小镇上，人们发现水井突然乾涸，百姓们无水可用，非常焦虑。公恩师化身为一位游方僧人，告诉镇上的人们，他可以帮助找到水源。他带领人们来到镇外的一座小山，只是他们在特定的地方挖掘，人们照做后很快就挖出了清澈的泉水，解决了全镇的用水问题。镇上的人们感激不尽，修建了一座小庙供奉公恩师，以表达他们的感恩之情。无论是拯救灾难、教化渔民、治病救人，还是化解冤仇，公恩师的传说故事充满了智慧和慈悲，展示了他在人间传授之时，拯救困厄、驱除邪祟、化解矛盾和助人成才的事迹。这些故事不仅在宗教信仰中具有重要意义，也深深扎根于民间文化，成为道德教化和精神鼓舞的重要来源。公恩师的传说故事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，这些故事都表现出他的智慧、慈悲和神力。非常感谢你的观赏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开启好运四重奏，点赞、分享、订阅以及开启提醒小铃铛。感谢您今天的观赏，我们下次再见。